欢迎收看中国财经简报，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瑞士上市50亿美元，因北京监管担忧而推迟。Reuters， 总部位于中国的锂离子电池和移动能源解决方案公司宁德时代 CATL 的50亿美元瑞士全球存托凭证 GDR 发行因北京监管机构对该交易规模的担忧而停滞不前。宁德时代此前预计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将在上个月开绿灯，但预计这一过程将比最初计划的时间更长。这家电池制造商曾希望利用筹集的资金来支持欧洲的扩张计划，包括开发匈牙利工厂，并可能为美国的扩张提供资金。据路透社报道，该交易的恢复没有新的时程表。这是一场的茶杯里的风暴。西澳洲州长在议会麦克风上回应珀斯造币厂的传闻。ABC， 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恩 （Mark McGowan） 在议会中被抓获，将珀斯造币厂的黄金兴奋剂计划的问题视为茶杯中的风暴。麦高恩先生刚刚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然后坐下来发表评论，该评论被麦克风接听。珀斯造币厂首席执行官杰森·沃特斯 （Jason Waters） 此前曾承认，宽松的计划意味着供应给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一些黄金不符合严格的白银含量标准。据称，该计划导致中国领先的黄金精炼厂之一本月早些时候暂停了珀斯造币厂产品的销售。麦高恩表示事先不知道这些担忧。此后，麦高恩先生为议会的评论道歉，将其归类为私人和机密，并通过解释去年9月确定此事后解决的黄金问题来将其置于背景中。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停止了顶级炼油商和供应商珀斯造币厂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销售。此后，高级顾问呼吁造币厂解决多年来困扰造币厂的定价完整性的更广泛担忧。尽管全球央行重新思考，但印度将继续走预期的加息之路。Reuters， 经济学家表示，尽管银行业危机后美国加息压住下降，但印度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下个月实现25个基点的预期加息。一项市场调查显示，年度零售通胀率仍高于印度储备银行的上限，仅比1月份的 6.52% 略有放缓，该国的总体和核心通胀率保持不变。分析师表示，将使用其他方法来遏制金融危机，并应使用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在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倒闭以来最大的失败之后，全球投资者放弃了对美联储推动更大规模加息的压注，因此印度收紧货币政策将逆势而上。尽管如此，经济学家表示，高通胀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Motilal Oswal 分析师表示，4月份将加息25个基点是既定的，并补充说他们预计3月份通胀率将在 6% 左右回落至 5%。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将于周二公布，这也标志着美联储的政策结果。两者都可能在4月3日至6日的印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复苏可能催生更多需求。Reuters， 3月14日，矽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在纽约倒闭后，黄金强劲上涨。由此产生的暂时提振可能会转化为贵金属的长期反弹，因为投资者买入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推高了价格。最大的黄金 Expert 黄金信托报告称，其持仓周一从前一天的 901.42 吨增加到 913.27 吨，上涨 1.31%， 这相当于2903万盎司。这些银行的倒闭凸显了美国金融市场更广泛蔓延给黄金市场带来的新风险，这可能会鼓励投资者继续购买黄金。然而，如果美联储缓解担忧的行动有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短期黄金买盘。央行购买黄金是黄金的通配幅，2021年上涨 152% 至 1135.7 吨。这里涵盖中国和印度在实物金石市场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占2021年全球总量的2/3左右。中国对黄金的需求也被压抑，随着经济开始复苏，这种需求很可能会增加。中国经济复苏可能催生更多需求，西方金市可能会减弱，因为供应在经历了1年的大量需求后耗尽，让规模较小的新兴企业引领潮流。黄金也可能受益于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尤其是在年底前高通胀得到抑制的情况下。尼泊尔寻求更容易的贸易进入中国市场。Reuters， 尼泊尔总理普什巴·卡麦勒·达哈尔 Pushpa Kamal 后呼吁中国使贸易更容易、更慷慨，
以说明减少尼泊尔对该国的贸易逆差。尼泊尔传统上一直向印度寻求经济支援和贸易，但竞争对手地区大国中国最近向尼泊尔提供了运输、贸易和过境协定，印度对此表示担忧。从中国的进口从2022年的23.8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18.4亿美元，而同期出口从837万美元下降到539万美元。达哈尔要求512种尼泊尔产品进入中国的免税和免配额市场。日本政策制定者淡化 SVB 崩溃带来的传染风险。Reuters， 矽谷银行的倒闭不太可能严重削弱经济，日本财务大臣 Shinichi Suzuki 表示。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该国金融体系受损的风险很低。他的评论发表之际，日本金融股出现了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大跌幅。投资者目前担心商业银行因持有大量美国国债而面临的风险，这导致避险日元升值，并导致日经平均指数下跌约 2%。市场暴跌之前，日本央行将进行领导层交接，这将在下个月新任行长上田义夫上任时发生。世界各地的基金经理发现，在这种波动中管理风险变得越来越困难。三巨级被认为违约门槛最低的公司评级债券最近达到了创纪录的低收益率，而历史价格波动影响了以前稳定的投资。这是由于政府对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激进干预，以及为说明经济应对冠状病毒驱动的问题而设置的零约束利率。加密集团 DCG 在 SVB 倒闭后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CoinDesk。Reuters， 数字货币集团正在为20家加密公司寻找新的银行合作伙伴。此前，美国银行 Silicon Valley、Signature 和 Silvergate 失败。桑坦德银行、汇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仍然愿意与加密公司建立联系，但银行可能会限制包括经济和货币市场产品以及电汇功能在内的服务。传统银行可能会为加密公司设立账户，但对风险敞口水准施加限制。贝莱德、BlackRock、摩根大通、JP Morgan 和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也曾与加密新闻媒体 CoinDesk 的母公司接洽。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